我们现在看呢，就是电视剧里边常见的一种类型，叫家庭伦理剧。有的家庭伦理剧呢，都有这样类似的剧情。什么剧情呢？就说这个两个孕妇啊，在一个医院里边生孩子，可是由于护士呢犯错误，也不知道这护士怎么那么愿出错，这个孩子生出来呢，抱的时候给抱错了。我这个自然电人用个刀幸福，结果这家孩子变成那家的，那家变成这家的了。结果后来这个条件不一样啊，这家很有钱，那家没钱。过了多少年以后呢，在这个穷人家长大，这孩子呢知道真相了。哦，感情我是那家的哟，那孩子本来该在这受穷，我应该在那家金枝玉叶，享受荣华富贵，等于我的幸福被人剥夺了。然后两家围绕这个孩子呀，这个恩怨情仇啊，继承权等等，弄得不可开交。那么说这个剧情可不是原创，不是这些编剧原创，它是从历史故事里头摘下来的。哪一段历史故事呢？就是出了名的狸猫换太子。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家喻户晓，究竟是历史故事还是民间传说？故事里的主角宋代皇帝宋仁宗其实只是一个广子，幕后黑手毒辣皇后刘氏竟然也背了黑锅。空耳相传的故事怎想武艺里的演绎？这里面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老梁故事会揭秘狸猫换太子的真相。这狸猫换太子，很多朋友都知道故事情节，是叫后宫啊争斗争宠。这个过去呢，皇上那儿讲究母以子贵，这妃子呢想要位置稳当呢，要给皇上生个孩子，主要是男孩啊，有当太子可能的，以位置才稳。所以争来争去呢，一个心狠手辣的妃子呢，把人家那个怀孕的孩子呢给抱过来当自己生的，然后把一个小狸猫皮扒下来，塞到人家那床上去了，就说这是那个妃子生的妖怪。玩弄里之人，婴儿大小的狸猫养在后面，尾巴已经剁掉了，将来素皮就没有疤痕。非常好。结果陷害人家，而他把那孩子拢到自己手，后来这孩子还当皇帝了。就这么故事叫狸猫换太子。说这狸猫换太子，这太子是何许人也呢？在故事里头啊，他是北宋时候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宋仁宗，叫赵祯。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是不是宋仁宗就有这么凄惨的身世呢？咱们接着给大伙说说这个狸猫换太子的真相。其实狸猫换太子这个事儿呢，不是正史里记载的，就咱翻那个宋史里头没有。包括就是北宋啊、南宋啊，民间流传的这些野史里也没有。这个故事从哪儿来的呢？是从这个清朝时候这武侠小说《三侠五义》里来的。那么《三侠五义》里头怎么写的狸猫换太子的？他的详细经过得从宋仁宗他爸爸，就太子他爹，这宋真宗说起。这宋真宗继位之前呢，还是个王爷的时候，他看上了一个女子，就是后来的刘德妃。这刘德妃其实就是狸猫换太子的真凶，就他把人家孩子弄来，完了把狸猫扒了皮塞人家那边去了。说这当时刘德妃是什么呢？还是一个在外头卖唱的女子，走江湖的，就出身非常低。可是呢，当时还是王爷的这个宋真宗呢，就看上她了。为啥呢？颜值高，长得是真漂亮。我说呢，我把你娶回来吧。娶回家里，他两个人呢还挺恩爱。可是后来这个宋真宗继位了，当了皇帝了，这不好弄。为什么不好弄呢？这个刘德妃也只能给他封妃子，因为他的出身太低。过去呢，皇后不是随便长的，不是说谁漂亮谁当皇后。皇后四个字嘛，母仪天下。母仪天下讲的是什么呢？就你的品德呀，你的这个举止啊，修养都得到家。那怎么能到家呢？你得大户人家的孩子。所以过去那个一般来说，皇后在一定程度政治联姻，就是可能朝臣当中啊，某一个大户人家，了不起人家这孩子。咱们看康熙王朝里头，那为什么这个孝庄皇后啊给自己孙的康熙选这个皇后的时候找谁？找这个索尼的孙女，那毕竟是辅政大臣，只守他的亲孙的。他知书达理，聪明孝顺。你看这该有多好啊！你呀，干脆让他进宫吧，这算门当户对。
就讲这个，你刘德妃就民间一个卖艺女子，那位置太低了，就皇上也没法立你为皇后。那么想要立她为皇后呢，只有一个办法行，就是宋真宗呢这块呢没有儿子，你要真给宋真宗生个儿子，长子，那好办了，这将来这就是太子啊，就继承皇位了，那太子他妈当皇后不就对了吗？所以这就这么一条诏能成立。说那好办呢，那就这刘德妃天天跟这个宋真宗在一块黏糊着，那早晚有一天就怀孕了，生孩子。可是偏偏这个刘德妃这肚子不争气，还就怎么着也怀不上，不知娘娘如何面对日后之事。咱们不能眼看着宫里的妃子们像老母鸡下蛋一样下个不停，那时候就会有一大堆的王子和公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给我想出个办法来，反正我要怀孕，我要生孩子，我就不相信不能生孩子。娘娘，要搁现在好办了，到医院咱做试管婴儿去弄，那会儿也没那技术，怀不上，越怀不上越着急，越着急又怀不上。因为咱们看这个《甄嬛传》里不有吗？说什么又整那麝香什么玩的搁身上，浑身都有遗香，谢皇上。可是这呢容易绝户，容易不生养。当然你这刘德妃自己长得好看，为了这养颜怎么的，可能这代价太大了，就怀不上了。但怀不上，他一琢磨，这可要坏。为啥呢？一天两天皇上对自己还不错，时间长了，妃子里真有长得漂亮的，上来自己就失宠了。所以这刘德妃很有危机意识。这时候他就想了个办法，他说我怀不上不要紧，我让我身边人跟皇上怀上，这孩子算我的。可能是我跟皇上不能，允许换一个人。娘娘你疯了，我不管，我要试一试，我要怀孕，这种是个好办法。为什么我以前就没有想到呢？他跟谁的？撒么来撒么去的。他身边不有些宫女吗？伺候他的。他在这宫女里就挑一个长得最漂亮的宫女，姓李。再看狸猫换太子说，宋仁宗他妈叫李太后，李太后就这个姓李的宫女。他把这宫女叫到跟前了，叫跟前未曾开言呐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哎呀，哭得最伤心呐。这姓李这宫女说，哎呦，您别这样啊，您什么事跟我说呀？头有这么个事，我呀，你也知道，跟皇上这么些年了，一儿半女都没留下，眼看年老色衰了，我就叫失宠了。你跟着我这些年，我要失宠被打入冷宫，你说你还能有好吗？啊，你们就都完了。所以我就想个办法，我想法把你呀推到皇上身边去，你勾引勾引皇上，皇上跟你亲热之后啊，你要能怀上龙种，你将来就得皇上宠幸了。这姓李这宫女一琢磨，一个是自个儿主母这么可怜，再一个一琢磨呀哈，我就个小宫女哈，经过刘德妃一推荐，我能跟皇上啊，能沾到皇上雨露，我这将来不得了啊！所以这李宫女呢，万万没想到呢，这刘德妃要拿她呀，就等于使唤一下子，借你肚子使唤一下子，是别人害她呢。说白了，这种给别人数钱呢，别人卖她呢，还挺高兴这主了。一般在现在的电视剧里头活不过3集。你看那个最近热播那《芈月传》里头，那芈月他妈，那不就是给人当枪使，第3集就死了，没活到3集。所以这个姓李的宫女人呢很高兴，就把这事答应起来了。然后是刘德妃呢就找机会，等一个机会，有这么一天呢，宋真宗啊兴冲冲的，一看就是憋挺长时间了啊，到这个刘德妃宫里找他来。刘妃说：“哎呀，万岁！我呢刚在院里啊荡会儿秋千舞，玩了一会儿，通身是汗。你看这时候是有皇上不礼貌，你容我到屋里头洗个澡什么的。哎，我正好这身边有宫女，他就把那李宫女叫过来，来，你伺候下皇上，给端茶倒水，让皇上先在床上躺会儿。”这时候刘德妃闪到里头去了。这宋神宗这会儿呢精力旺盛，心情正好，而且这李宫女人呢还有意勾引，宋神宗也没把持住，俩人反正稀里糊涂就轱辘到床上去了。哎，这李宫女还真争气，完了就怀孕了。
她这边一怀孕，刘德妃那边说：“哎呦，我也怀上了。”假装怀孕，皇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也怀了你的龙种了。好，我是真的怀了你的龙种了。爱妃，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太好了，真是上天孤裂我们大宋啊！竟然让我的2个爱妃都怀上了龙种啊！这其实2个人，一个是真怀孕，一个假怀孕，把宋真宗可乐坏了。我哪想到啊，我正愁没孩子呢，这一下子我这么厉害，2个女人都给我怀上了，这有一个是儿子，这我就好办了。因为宋真宗前头呢5个儿子都没落下，全夭折了。那会儿医疗条件反正也不太好，就盼着这时我可别绝后啊，我得有孩子。同时2个女人给他怀孕，他高兴。皇兄啊，要不了多久，朕就会有2位皇子出生啊！朕的江山是后继有人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与怀胎之后10月分娩，到了月数了，那边这个李宫女要生了，这头刘德妃也假装：“哎呀，我也要生了，这2天肚难受啊。”改1天说那头分娩，这头也分娩。这时候刘德妃大夫人怀不来了，接神太监霍去，把这李宫女生的孩子真是个男孩给抱过来。这时候呢，宋真宗就过来看来了。哎呀，生儿子。一问刘德妃那是个儿子。哎呀，宋真宗抱着宝贝的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，龙子啊！这的第一个篓子啊！您这就是皇后，您就皇后非常高兴，说那头那个李宫女儿也生了，那过去看看去，那再有儿子不更好吗？要是女儿也行啊，儿女双全呢。宋真宗就奔李宫女这个产房这去了。在这之前呢，这刘德妃早就安排好了。这个时候一对进到里头，说这个给我生的孩子男女样。旁边伺候宫尔太往后缩，不敢吱声。是男是女告诉我女的也没什么呀。我皇上您看吧。把这一抱出来，宋真宗一看，吓得崩着扔地。皇将坐，宝藏，皇将，这什么怪物？这不是朕对眼花了吧？皇上，宋真宗一看这怪物啊，那个时候那叫怀鬼胎生怪物，这是极为不吉利的事。说这看来这个宫女儿乃妖孽，怎么办？先打入冷宫。李妃生下妖孽，罪不可恕，将她打入冷宫。如若有人胆敢私藏妖孽，将严惩不贷。过，先别让他出来，就在宫里边给他找个地方跟监狱似的，就把这李宫女关起来了。说这是后来什么情况呢？说这个太子啊，就是宋仁宗赵祯，一天天长大了。这事一晃都20年过去了。他长大以后呢，旁边有的人呢良心受谴责，说当年呢我们帮助这个刘皇后啊合伙干了坏事儿。刘皇后垂帘听政这些年，我们也不敢吱声。现在宋仁宗皇帝亲政了，而且年富力强，大有作为，所以这大臣呢对他都挺服。有人就把当年的事儿偷偷去告诉给宋仁宗皇上。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全过程。李娘娘现在流落民间，我的鬼！皇上，现在证人都已经找到了，尤娘子可以证明皇后娘娘用狸猫换的太子，当年有这么一个人。就告诉宋仁宗，宋仁宗一听啊，那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还有这事儿？一调查果真如此，赶紧去找刘皇后，说你呀，干了这种缺德事儿了，我也不能认你当妈，你也不是我妈，得了，赐你一杯酒，俱是毒酒，喝你死而得了。这就是当年宋仁宗赵祯说他传奇经历。有人说那李宫女哪去了？这就编什么的都有了。就说这事儿是谁发现的呢？包公发现的。
说包公沉住放粮前后的一段时间呢，在民间查访，无意间发现呢破瓦寒窑里住着娘俩。这个母亲呢姓李，李氏老太太眼睛已经瞎了。顺着个藤摸瓜儿往上调查，发现这李太后就是当年宋仁宗的亲生母亲，所以包公断后说这是李太后。在民间把宋仁宗把皇上生身母亲找出来，这后来回到宫里头家教，荣华富贵享受来，然后这把这刘太后、刘皇后也给弄死了。哎，你怎么来着？是皇上要我来。皇上有旨，说要相见，就在黄泉之下。这狸猫换太子呢，由于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还热闹，而且里头呢有大坏蛋，最后的这大坏蛋还得被收拾了，它是个大团圆结局，所以很多人呢对这个剧也印象非常深。那么说这个事儿是不真事儿呢？说历史上宋仁宗是不是就这么惨呢？不是这样。这个宋仁宗啊，那个时候他的太后确实是刘德妃，是他太后。他管刘德妃叫妈母后，而且刘德妃确实不是宋仁宗生身母亲，他生身母亲确实是一个姓李的宫女，这些事儿都是真的。但是狸猫换太子不是真的。什么情况呢？说当时宋真宗，我前面说5个儿子都夭折了，怕自个儿绝后。当时呢，这刘德妃呢，也确实没能给他生下一儿半女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恰巧呢，这个宋真宗呢就临幸了姓李这宫女，马上就是陈，这姓李这宫女就怀了孩子，就给他生了个儿子。那生了这个儿子，这有问题了，这个孩子能不能立为太子呢？在当时情况下不能。未然，临幸之时啊，她还是个宫女，还连妃子都不是。在这个过去啊，那太监专门有一行太监干嘛的呢？专记这事儿。你以为这皇上是在宫里头为所欲为，哪个女人都他，今天我想睡谁就睡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所以这种事儿呢，太监得跟着。他为什么要跟着？他得写下来，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，皇上临幸了谁谁。那将来你一查月数，说这妃子怀孕了，生产了，生孩子，一算呢，那个时候才陪过皇上，一查10个月，月数够。某某妃子怀孕了，一查生出陪皇上，昨天陪着皇上，今天就生了，这不能是皇上的。所以这个皇子血统的合法性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做太监又干这个事儿，那么你这时候临幸这宫女，她不在太监控制范围内，你不是妃子啊，太监有时候就管不着。那么这个孩子出生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。所以你宋真宗知道这确实4个儿子，那怎么能让他立为太子呢？他得合法的归到某一个妃子或者皇后的名下，归到刘德妃的名下，就说是刘德妃的孩子。这么一弄，合法性有了，这宋仁宗赵祯才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子，后来成为皇帝。汉岁万万岁，平山谢矣呀。当然呢，这刘德妃呢，这也是规矩，归他抚养。那边呢，李宫女呢，虽然说是亲妈，抚养不着孩子，难受归难受啊，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帝啊，当亲妈的也得忍的。所以就这么着一晃，宋仁宗长大了，到10来岁的登基坐殿了。当然这刘皇后呢，也就一直没说这事儿，她也有点小私心，这孩子不是我的，但管我叫妈，她不知道，你别告诉她来，我这又有权利又什么的，我又是太后。结果就这么着，没多长时间呢，这个刘太后身子骨到那时候也不怎么样，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死了。她一死，有大臣知道这段往事，他活着时候不敢说，死时候给宋仁宗说了，皇上啊，你不是刘太后生的。当年我们知道这事儿，就一五一十讲了，那是20年前的事。李娘娘诞下太子之日，宫人寇珠突然抱着婴儿前来，后宫人，你和姑姑，你真是这婴儿是谁的？是郭公。你快说啊！他生太子什么？问题是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呢，得罪不少人，这些大臣就添油加醋，
你亲妈呀！这个李老夫人呐，前几年死的，那都是刘太后给弄死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了。你得查查这事儿啊！这个刘太后蛇蝎心肠啊！这时候宋仁宗一听气坏了啊！这么些年我都不知道我亲妈是她死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！这刘太后现在死了，这还了得这么着？我先去我自己亲妈那个李宫里那陵墓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然后这头打发御林军呢，把这个刘太后娘家给包围了。干嘛呢？一旦核实了是她当年怎么害死我亲妈如何，我马上把全家抄斩，给我亲妈报仇。这样这边呢，他就把他亲妈这个棺椁打开了。打开以后，他傻了，怎么里头尸体啊很完好，又没死几年，为啥搁水银的各种的防腐的泡着呀？尸体完好如初，而且整个外头你看是平常的陵墓，可里头是按照皇后的规格下葬。那金银珠宝不计其数，弄得非常漂亮。一打听呢，办这个白事呢是刘太后主持给办的，就说刘太后感激当年李宫女把她儿子送给自己抚养，这个恩德是按皇后规格给她下葬的。就这时候宋仁宗一看，哎，也行，我这算后妈吧。虽然说这是没告诉我，我不是她亲生的，可既没亏待我，也没亏待我亲妈，算个有道德的人。告那头御林军赶紧撤了，哎，把这兵都撤了，然后回过头呢，到刘太后坟前上香祷告一番。所以这是历史上真实的。就宋仁宗他的身世又没有狸猫换太子那么传奇。那么说怎么就三侠五义里弄出个狸猫换太子来呢？咱实求说狸猫换太子这个事儿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，但是不是在宋朝。那么说不是在宋朝，这个狠毒的刘德妃原型是谁呢？既然不是在宋朝，为什么这顶悲惨的帽子就控到宋仁宗脑袋上呢？咱们下期节目给大伙说说真实历史上狸猫换太子发生在什么时候，这个刘德妃原型又是谁？在我们上一期节目里啊，给大家说了历史上狸猫换太子的故事，以及狸猫换太子故事里边这个太子宋仁宗他的真实的出身经历。就说宋仁宗真实的经历啊，和狸猫换太子这里边有非常大的区别。那么历史上可确实发生过狸猫换太子这样的故事，只不过不在宋仁宗身上。那么真实的故事是哪朝哪代发生的呢？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讲讲这个真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。狸猫换太子，宋仁宗的身世曲折神秘，历史上被换走的太子根本不是宋朝人，为何别人的故事被移花接木到了宋朝？那个可怜的太子到底是谁？三侠五义里的演绎，世人皆知的故事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历史传奇？老梁故事会揭秘狸猫换太子的真相。猫换太子是发生在大明年间，就明朝时候的事儿。那个太子不是宋仁宗，而是明孝宗朱佑樘。我们要说这个事儿呢，得先从太子他爸爸皇上那儿说起，就是明孝宗朱佑樘的父亲，是当时明宪宗叫朱见深。这个朱见深呢，是10来岁登基，20岁的时候呢，生下了一个孩子。谁给他生的呢？这个人叫万贞儿，也称为万贵妃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。这个万贵妃比明宪宗大17岁，可是这就奇了怪了，这明宪宗还就喜欢他。皇上，您看，正是此话，乃爱妃。这还记得当日也是朕给爱妃佩戴此花，臣妾当然记得。皇上对臣妾所做的一切，臣妾一刻都不曾忘记。这又何尝不是啊？哎，对这个万贵妃百般宠爱，有的说那不奇怪。你看她生孩子，20岁生的孩子啊，这个大17岁，当时万贵妃37，现在这37岁女人，那是如花似玉的有的是，保养的好，人家过去贵妃吗？可是这个万贵妃呀，长得不好看，历史上记载呢，长着一个掉人堆里就找不出来那么一张脸，还胖啊，这腰跟水桶似的，也不如怎么的。这个比明宪宗朱见深的这口味挺重，他就喜欢这万贵妃，
对他宠爱的不得了。20岁时候，俩人有了个海娘永历。第2年头着，万贵妃38岁，因为这孩子，她被封为贵妃永历啊。贵妃这个时候她是明宪宗唯一的一个孩子，如果要立为太子，那就万贵妃当皇后指日可待。可没想到第2年，就我们说这孩子刚满1生日啊，这时候万贵妃38岁，这孩子得病夭折而亡了，这万贵妃愿望就落空了。禀告皇上前，万妃宫中来人说，皇子骑金风，竟太医诊断，已返魂无术。还，皇儿，你睡够了没有啊？不能那么贪睡啊！睡够了，就要醒来，知道吗？娘娘，哦，皇子他已经不许胡说，全部退回去。啊，是。我的皇儿，他不会死的，他睡着了而已。哼，皇儿。万贵妃自己倒挺自信啊，没事儿，给皇上，我们俩姐弟恋，他喜欢我，可别说口味重，你看我胖，你主要看气质的啊，他倒挺自信，可是他这肚子不争气，接下来就怀不上了。这到后来太医也给他断了，您这辈子生孩子是没戏了。所以这万贵妃心里老难受了，这人伤心到一定程度啊，就容易生出扭曲心理。行，我是要不着儿子了，嘿嘿，你们谁也别讲要。所以后边还有3姑六院72嫔妃，这明宪宗偶尔的那女人都是他的呀，跟这个睡觉我临幸一下那个，这是皇上自由，万贵妃管不着。可管不着你这个，我能管着那边。要是哪一个妃嫔甚至宫女人怀了孕了，知道了，马上就要那强制堕胎，要不就把他这人偷偷弄死，给弄出宫去。这个场面我估计看《甄嬛传》朋友都不陌生。后宫宫斗很残酷，因为母与子贵，你真要是怀上了，很可能你就飞黄腾达，万贵妃就失宠了。当然她在后宫势力挺大啊，说一不二，所以她哪会儿说哪个妃子啊谁怀孕了，马上就知道。她这就跟有个雷达似的，说买手机拿出来摇一摇，附近的人马上就发现你怀孕，就弄死你，或者让你堕胎。刘宸妃有了身孕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新时有时都不许有人走进御颜凉亭。哼，生怕影响了胎儿。本宫有孕之时，她周太后竟然不闻不问。娘娘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自己，周太后才高兴呢。没错，本宫就是要看看她到底可以生个什么东西出来。哎，娘娘，娘娘娘娘呀，娘娘呀，娘娘，现在娘娘会不会错娘娘？可是呢，左看右看，他毕竟看不住皇上。这明宪宗呢，他也琢磨呀，这我这没孩子呀，我得有孩子呀。可是不临幸妃子，我哪来孩子？有这么一天呢，他到了这个内库，指呢皇上读书的地方是个书库。这个书库呢，皇上在这读书呢，旁边有伺候的宫女。这样的宫女有个专门称呼叫女使，这个女使呢姓什么呢？姓纪，就纪女使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而且呢一笑特别好看。这皇上一看，哎呦，这还漂亮，笑得也好看，这俩不有个月牙似的。明宪宗就心动了，哎，我就喜欢这爱笑的女孩，这不伺候她读书呢。任东顺，我中午累了，你也别回去了。哎，就这功夫，明宪宗就临幸了这个纪女使。哎，这纪女使肚子挺争气，过了一段时间怀孕了。这一怀孕，她可跑不出万贵妃的搜索范围，有太监马上来告诉说，皇上前一阵啊，好像到这个内库那儿去了，读完书中午可没走，在那儿歇着，谁伺候纪女使记走？这2天我看她肚子有点显怀。王后说那行好办了，回贵妃娘娘啊，和宸妃已经有了喜脉。胡太医，你说什么？下官说和宸妃已经有了喜脉。你说什么？对，
何晨飞一向阅训不蠢，我估计这一次也是这个问题。既然如此，胡太医，你应该知道如何处置了啊！下官知道，下官知道啊。下官告退。把身边一宫女儿打回来，去，拿上一副药，舀好熬汤，药汤子你去，给这妓女使喝喽。这宫女干惯这事儿了，哪儿就过来了，找这妓女使。妓女使一看这宫女端碗汤过来，就知道早事。但这个女人很聪明啊！你看她平常总笑吧应，这宫脑子里咋转？我怎么办呢？娘娘，药已煎好，您可以服下了。什么药啊？昨日3位太医不是说娘娘饱食胀滞吗？这正是调理肠胃的药啊。那分明是一派胡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其中一定有诈。等我见了皇上禀告实情，再找太医来看。你把药给我倒了。啊！这药，娘娘愿意喝也得喝，不愿意喝也得喝。哎，看着宫女来了，她开始哭。姐姐呀，咱们都是苦命的人，在深宫里头啊，身不由己。你到老了给咱往那个电麦嘎啦一扔，咱这一辈就这么过去了。你是女人，我是女人，有歌唱得好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啊！你别这，我知你来干嘛来？能不能给我条活路？我没有那心思，说我生个皇子，将来啊，我贵为这个国母，我如何如何，我半点这心思都没有。我只求什么呢？你让我肚里孩子留下来，是不我下半辈子我能靠这孩子啊，这跟母亲、儿子或者说女儿，我这日子能过下去，要不然我这辈子完了吗？当然我也不能让你为难，你呀，回去跟这个贵妃娘娘说，你就说太医给我诊断了，我这个肚子里头是长了瘤，不是这个孩子。你让他发不善心，把我撵出宫，我不求在宫里富贵，但求能保住这孩子。您帮帮我这忙。说的声泪俱下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。这宫女一听动恻隐之心，我不一定能说成啊，等我给你说出去。就这么这宫女啊，转回身就跟这个万国妃说了，说贵妃娘娘你弄错了，我道台人都看了，我这么些年早都有经验，一摸这肚子不对，不是怀的孩子，肿瘤，你就不管他，没准哪天就死了。你看这样吧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咱也别杀生，给他撵出去，自生自灭得了。这时候万贵妃一想，行啊，别让他喝药，别让他干嘛了，这么着吧。宫里头有一个很偏的地方，在西北角上，叫安乐堂。你听这名你就知道啥地方，就是年老的太监宫女或者得了恶病的，划了到那儿去。意思到那儿是有人管你饭，反生老病死你自生自灭吧。基本到那去都是待一段时间就差不多死了，就垂垂老矣，或者得了恶性病的，眼看不行的。安乐堂吧，你听这名，你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给他弄那儿去。太后把贤妃迁往行宫，既远离京城，也不方便照顾，倒不如把贤妃关进冷宫，既有人看管，也不需要劳师动众啊。太后，冷宫是囚禁后妃的囚牢，贤妃虽然犯病，但她从未有过，如果把她打进冷宫，似乎不太合理。哎呀，也是啊。李上宫，本宫听说无衡殿是给年老有病的宫女做终老养病之地，那儿离皇上、太后的宫室甚远，倒不如先把贤妃迁至该处，等日后有所好转再做定夺。百妃娘娘所言甚是，这瞪那儿去了，这算妓女使把自己个肚里孩子保住了。妓女使对着镜子苦笑一番，说真不容易，我总算留下来了。那有那么句话吗？爱笑这女孩运气都不会差，看来我这笑是管用的。就这么的，她就在安乐堂这留下了。留下呢，这个怀揣10月啊，一朝分娩，就把这个小皇子生下了，这就后来的明孝宗朱由成。这是皇上的孤手，启禀太后，是个皇子。
太后，天，哈，啊，这是皇上的骨肉，先皇必用，先皇必用。这是皇上的骨肉。我大明江山有后了。生下可是生下来，不敢走漏风声，因为这让万贵妃知道坏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非常同情他的大太监叫张敏。这个太监呢，琢磨说呀，真可怜，可是他不敢吱声，因为宫里头呢，万贵妃一手遮天。你这要是你表示同情这同情那，万贵妃把你弄死。可是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很同情的是，他毕竟这是皇上血脉，因为这个太监张敏对皇上是忠心耿耿，说这是皇子啊，我得想法保全。他想个办法，他跟着姬女使说，咱们这个宫里头东北讲啊，就是皇上所说把谁打入冷宫，那地方更偏，谁呢？皇上把以前那个吴皇后给废了，那个吴皇后在那儿住了，但是吴皇后娘家呢依然挺有势力，那个地方呢很没人敢动。这样，你把这孩子交给我，我交给吴皇后，让她替你补养，她呢可比你这儿保险多。就这么的把这小皇子呢领到吴皇后这儿。所以有这么一天呢，这明宪宗是已经30多岁了，有这么一天对着这个镜子呀看自己这脸，说来谁给我梳梳头。这个大太监张敏是他身边贴身的，给皇上梳头。一说到皇上啊，您可有白头发了，我给您揪下来。皇上也挺疼。再看镜，哟，何止有白头发，一看朕这个皱纹，这鱼尾纹这都出来了。说着说着，明宪宗掉眼泪。皇上因何哭泣啊？爱卿你有所不知啊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我这身子骨也不好，不定哪天就龙玉归天。可是我到现在为止一儿半女没有，我怎么办？我天下传给谁？我没有儿子呀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死不瞑目，愧对先皇啊！一说这眼泪哗哗往下淌。这时候大太监张敏受不了，咱们前面说他对主的忠心耿耿，翻身跪倒，万岁，奴有弃君之罪，万死之罪。你起来，怎么？你什么万死之罪？您不是没有儿子啊？你有儿子，我儿子在哪儿的？起来慢慢说，起来慢慢说。这张敏起来，皇上，我这些年一直瞒着你，说这怎么回事呢？皇上您记得6、7年前，您到内库读书，有个妓女使伺候您读书，长得很漂亮，还爱笑，您记着吗？我记着啊，可以可说是后来怎么见不着她了？不敢见您呢。他是这么回事。就跟明宪宗胡建深、朱见深把这个经过呀前前后后讲了，说现在这孩子在哪儿，怎么回事。当时这明宪宗激动的不行了，我有儿子，赶紧给我带过来。就这么着，这张敏说，皇上您都得小点声，这事可得瞒着万贵妃，怎么还瞒她呢？你有所不知，1、2、3、3、2、1，讲了这些年万贵妃所作所为。这时候这张敏也豁出去了，反正准要都说了吧。明宪宗会怀疑，不对，我那万贵妃不是那样人，他不敢走，是先把孩子领来。就这么着，张敏呢把这个小皇上领回来了。就咱们说这明孝宗朱由成，这个时候他一见这明宪宗又苦了，为啥？这孩子眉眼跟自己长得一样。宪妃啊，你果真有了身孕，为何不早点朕收？让你一个人在吴恒殿中养胎生子，真是难为你了。皇上言重了。这是朕的儿子吗？正是。好，太好了。火大明后继有人了，一看是我的孩子无疑呀。叫什么名？没名字呢。说小名儿叫狗剩藤了，哪能叫这名？初因起，他给赐了字叫朱佑称，这名字。所以自此父子相认的。这个时候，张敏一五一十给他说得很细，说这些年万贵妃当初是怎么是为了躲他，
这个明宪宗是将信将疑，但是将信将疑呢，这个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这么着，为了防止他害你，这样，这小皇子天天跟我吃跟我住，在我身边，谁敢害他？就这么着，就把这小皇子拉到身这儿，万贵妃根本就下不了手。对你下不了手，我不能祸害别的吗？一打听妓女室在哪儿，给他送到饭菜里头下上毒了。皇上这时候手啊管不到那儿去。在安乐堂，这妓女使到底没逃脱厄运，给毒死了。可怜这妓女使，然后这万贵妃找当年呢，谁帮这事儿啊？最后找根找到这大太监张敏身上，幸亏这皇上还护着张敏，万贵妃没把这张敏弄死。但是这个事在万贵妃心里不结着结了吗？你说我当年啊，我怎么就是信了这宫女说她这得了瘤了怎么的，我早给她弄死。越想越难受。有一回呢，一着急骂哪个太监，非急骂的这个心火上升，咔吧咬太自信了。就各我们现在说心悸翁也以为可以只手遮天，娘娘的提醒，翁旨一定会谨记于心处。你能谨记就最好了。退下。谢娘娘。万贵妃死了，这一死了，这小皇帝在宫里再重见天日。这才大摇大摆各地方赶走了。没过2年呢，他爸爸明宪宗身子骨不好也死了。这个时候轮到他登基，他是唯一的孩子，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明孝宗朱佑樘登基。他登基之后呢，心里头老拿这个事儿啊翻来覆去研究。为啥？打小那种蒙昧状态，爹认了自己还不敢出头，万贵妃死了再喘口气。别看自己贵为皇子，身世太悲惨了，这是什么造成的？后宫争斗啊！如果不是万贵妃争宠，能干出这种非常恶心的事来吗？非常恶毒的事来。所以朱佑樘一琢磨，后宫争宠乃万祸之源，怎么办？我当了皇帝了，我可不能娶那些媳妇儿，我可不能纳这贵妃纳那啥，我就推行一夫一妻制。所以朱佑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皇帝。所以这是历史上真实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。有人说这个故事是都能对得上号，宋仁宗对这个明孝宗，那个刘德妃狠毒的对着万贵妃啊，这个的大太监郭太监啊，能对这仇大太监张敏还都能对得上。说奇怪了，既然有这事，那咱就直接说呗，明朝收谁是谁，何必还安到宋朝身上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创作这个故事的人是生活在明末的，所以知道这事儿的人也只能把它拖到别的身上。拖哪身上呢？明朝再往上啊，元朝说蒙古人这个咱不懂的，不是再往上宋朝，汉人建立王那就说宋朝。说宋朝咱得把这事编得花活点，事咱可以挪过去啊。那怎么昭雪的？说什么皇上怎么着？这不刺激。老百姓判贪官，那这样吧，大宋有个这个恨这贪官，喜欢这个清官。大宋有个大清官，谁？黑脸包公。咱就让包公最后查的水落石出，把这真太后找出来，把那假太后给灭了。所以这么这事儿才轮到北宋年间，说包公什么时候有的？那是宋仁宗时候开封府尹呢。就这么的，就把这皇帝安成宋仁宗。相应的，宋仁宗的这个夫人刘德妃，那也变成了狠毒的万贵妃。按这个顺序逻辑来的，狸猫换太子才由明朝变成了宋朝。所以说，这是当时朝廷警务之下出现了各种禁忌，不方便把这个事儿直陈为史实，所以呢，编成故事，委托前朝放到宋朝收。其实目的是什么？就无非是中国老百姓最信仰的那8个字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别管这故事编得怎么样，到最后大家喜欢看这样恶有恶报的结局。所以说，这是历史上真实的狸猫换太子。